国家宣布盗墓合法化后，本是著名顶流歌手的你，却在演唱会现场改行去盗墓，只因上辈子你是个穷苦出身，为了赚钱便进了盗墓行当，却因为不懂行情被人点了炮，在菜市口挨了枪子。此刻看着手机上的短信，你整个人眼睛都红了。10几年啊，整整10几年，本以为进入娱乐圈就能过上好日子，结果却让我没日没夜的写歌，还特么要伺候那些死肥婆。要不是老子粽子敲得溜，早他喵的被吸干了。盗墓合法了，老子终于熬出头了。你激动的不行，却不知这话竟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现场，台下粉丝顿时就炸了。经纪人张东瞬间暴怒：赵德柱，你干什么呢？在胡说八道！这个月薪水你就别想要了。我去，这个月薪水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，顶流歌手还按月发工资。德柱，你一个月多少工资啊？我给双倍。张东也意识到自己着急说错话了，紧忙喊道：赵德柱，你给我下来，不然老子就算你违反合作规定，你就等着吃官司蹲大牢吧。呵呵，不就是10亿违约金吗？现在盗墓都合法化了，老子随便搞几件古董就够了。这歌谁爱唱谁来，老子不伺候了。说完，你直接丢下话筒，开着租来的小米苏7扬长而去。而此时，一间办公室里，一个年轻女子轻声说道：龙老，要不要调查一下他？不用了，民间盗墓高手的资料我们基本上都掌握了，他若是隐藏的也没关系，但是要关注一下，不光是他，那些以前盗墓的行为还是违法的，只有在协议公布后的探墓行为才算合法，而且必须开启直播。此时你已经回到了居住的别墅，从杂货间翻出了一个大背包。老朋友们，寂寞了吧？我赵德柱又回来了，我这就带你们出去重见天日。你拎起背包直接向门外走去，在一阵油门的轰鸣声中离开了别墅区。你来到了附近最大的超市，购置好需要的东西，才心满意足的去结账。你好，一共4000块。我去，刚才太激动了，竟然买的东西都超过了自己的资产，可这些东西的确都有用啊。就在你犯难之际，一个记者小姐姐站了出来：我来帮你付吧，我相信你的人品，另外我也是你的粉丝。谢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雅。我记住你了，等我赚到钱10倍还你。说罢，你直接离开了超市，发动车子直奔东山省东侧郊外。自从穿越后，你就对这个世界做了充足的了解。如今盗墓合法化，这第一个墓肯定要选东山省外的瓜子庙，那可是一个王侯墓。然而过了古墓聚集区，车子却忽然停了下来。怎么不走了？车没油了，每次张东都只加50的油，今天着急忘记了，我能借你的车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这是我自己的车，不是公司的，你尽情开，油还很多。谢谢，这附近没车，你等会坐我车里休息，顺便叫个出租车回去吧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到地方后会在你们平台开播，到时候你和我对接。小雅顿时就激动了起来。啊，好的。你踩下油门，直奔瓜子庙而去。时间很快就到了下午1点整，你调试好穿戴的直播设备，然后手机就响了。德柱，我已经检测到你的直播间了，你要开播了吗？对，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对接，半个小时后我就准备出发下墓了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稍后会为你引流。对了，你打赏功能没开，记得开一下。不必了，既然没什么要对接的，那我就忙了。另外谢谢你昨晚帮我，我会尽快还你钱的。说完你就挂断了电话。其实你并非喜欢抛头露面的人，只是若要去盗墓，按照规定是必须要开启直播的，否则就是违法的。其次，你盗墓是为了赚钱，没人买的文物，那其实是一文不值的。此时直播间很多人都在询问：德柱，你怎么不开礼物打赏啊？对啊，我刚刚发了工资，要赎身算我一个。德柱，求求你开启礼物打赏吧，我们帮你对抗东阳娱乐，他们在网上黑你，简直太过分了。多谢大家支持，从我做出这个决定就知道会面对什么。东阳公司的污蔑黑，我自然也料到了，等支付了违约金，我会全部讨回来。至于打赏功能就不必了，我一个大男人能养活得了自己，大家还是要理智追星。好了，我要出发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一下，等会文物我会在线拍卖。而此时龙国某处建筑内，纪念正看着手机开口道：龙老，赵德柱开播了，并未显示他在瓜子庙那地方有古墓吗？文物局好像没说过。瓜子庙那地方很多年前的确发现过一个青铜巨鼎，不过那座古墓很早就被发掘保护了，考古队后来考察过，并未发现其他古墓，这小子怎么在那里？直播间很多网友也说当地这里并没有古墓，不过传说这座山闹鬼，我刚才提醒了他一下，可是直播间人数太多了，他估计也没看到。龙老点了点头，没再多说。显然你这直播间的事情还并未引起他的兴趣。而此时你已经驾驶着皮艇来到了水中间，一座横立在水中的大山出现在眼前，突然你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检测到宿主开始盗墓活动，盗墓辅助系统已发放。盗墓辅助系统唯一功能鉴定，该系统可鉴定一切和古墓有关的物品价值、出处、真假。你激动的老泪纵横。他喵的，这是在考验我的决心吗？要早给系统，老子至于去当什么顶流吗？不管了，系统总算来了，这也算是弥补了我的空缺，也不用担心不识货了。你眼中满是期待，回过神一看，竟然已经到了山脉下的那个洞口。德柱，要不然你回去吧，这山洞里面看着好黑呀。是啊，德柱，我都不敢看了，你来真的啊？在粉丝们的担心中，皮艇已经呼啸着滑进了山洞里面。你则是笑着说道：难不成我是来这里旅游的？诸位老板，大家准备一下，德柱拍卖会即将开始，咱们第一件拍品已经在路上了。而此刻，在龙国那处隐蔽的建筑内，一名正在监管视频的工作人员忽然大喊道：快去通知龙老，有主播可能发现了水盗洞。
国家宣布盗墓合法化后，本是著名顶流歌手的你，却在演唱会现场改行去盗墓。可你刚到达目的地，就被监管人员发现了。快去通知龙老，有主不可能发现了水盗洞。看来这小子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，这才10几个小时他就找到了水盗洞，显然之前肯定就知道了。纪念，去查查他的底细。龙老，我刚刚已经查过了，赵德柱没有盗墓前科，而且也从未接触过盗墓贼。什么？那就奇怪了，难道这个赵德柱真的有寻墓的本事？将他的直播间标出起来，让考古专家重点关注。我们这次可能又发现了一个盗墓高手，而且还是没有案底的高手。这样干净的手艺人，是我们重点拉拢的对象。而此时，你取出一张巨大的渔网，展开后丢进了附近的水中，然后又取出一个生的大鸡腿，用铁丝绑住，将其丢进了水里。德柱，你这就是钓鱼啊！哦，对了，还能钓王八、钓螃蟹。我真不是钓鱼，只是我们第一件拍品是水里的东西，所以得吸引他过来。大家别说话，来了。你还真他喵的去盗墓，这不就是个水坑吗？装的跟258万一样。赵德柱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诉讼文件已经提交了，你就等着蹲大牢吧。你扫了一眼，发现发弹幕的赫然正是张东，赶紧给老子滚粗！德柱的直播间你也配来？张东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可他似乎也想看看你出糗，只是没再说话，但并未离开。龙老，要不要派人出面调解一下？此事跟探墓无关，我们没理由插手，而且能让你都喜欢的歌手，我不认为他没本事自己解决，你要相信他。就在他们说话间，你忽然咧嘴一笑，货到了。你右手猛然一提，顿时一道东西就被扯了出来。哈哈，德柱，闹了半天，你第一件拍品是龙虾啊？不对啊，这是什么品种的龙虾？我怎么从没见过？这可不是龙虾，吃了会死人的。诸位请稍等，货物有点多，等我接收完，咱们再继续拍卖。话音刚落，水面上如同炸开了锅一样，一个巨大的黑影从水里冲了出来。你一铲子将那黑影拍在了岩壁上。搞定，送货的走了，咱们第一场拍卖可就要开始了。我去，我看到了什么？德柱，刚刚那动作真是你做出来的？我还以为你拍的盗墓电影是特效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德柱，该不会你以前真的盗过墓吧？这身手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你注意到他的右手了吗？难道他是张家人？你将那只最大的虫子拿了出来，放在镜头前，让众人仔细观看。这东西不是龙虾，也不是螃蟹，它属于龙氏科的一种，民间将其称为尸鳖。起拍价是，稍等，我看下。物品名称尸鳖，年份夏至西周时期，价值仅有生物研究价值，预计10万。这系统果然是牛啊！正好弥补了我鉴赏上的空缺。这只尸鳖起拍价10万，现在拍卖可以开始了。什么10万？德柱，这我就得说你2句了，这价格是不是太高了？龙老，这真是尸鳖吗？我记得扬州博物馆有尸鳖的标本，可也没这么大啊。联系一下考古专家组，让他们尽快拿出来一个结论。我知道大家不了解这东西，所以我会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尸鳖只有在尸体多的地方才会出现，寻常的尸鳖个头都很小，像我手里这只王八大小的，至少也得是从西周时期活到现在的，所以其价值不可估量。但这东西不是古文物，所以10万的起拍价只是它的生物研究价值。我相信古生物研究部门肯定有兴趣，这东西是绝对不能卖给大家的，太危险了，普通人若买回去会死人的。等以后有古董文物再卖给大家。还是我们家德柱好，不会为了钱什么都卖。就是像德柱这样为粉丝考虑的艺人实在是太少了，难怪我们家德柱这么受欢迎。有没有人认识古生物研究的？赶紧介绍一下。此时纪念也得到了反馈。龙老，刚刚接到反馈，考古专家组已经确定了，这就是远古尸鳖。他们说这种个头大小的机会已经绝迹了，无论如何都要将这尸鳖买下来，对研究古生物和历史太有价值了。立刻联系古生物研究院，让他们出面买下。不到5分钟，直播间里出现了一个 ID： 龙国古生物研究所。这尸鳖我们要了，这大的10万，那小的呢？大的10万，小的5万，这里大的起码有10只，小的也得有上百只。第一次拍卖给你们个优惠价，1000万。可以，不过尸鳖要完整的。货的，你可以将渔网挂在这里，我们会安排人去取。挂起来自然没问题，但这10只大的我得取走一样东西。我卖的是尸鳖，可不包括这下面的小铃铛。我去，德柱你也太会做生意了，卖尸鳖不包括铃铛呢？这有什么？这铃铛一看就是古文物，价值肯定比尸鳖值钱。你笑了笑没回答，等着对方回话。你这样做生意不合适吧？我们其实更想要的就是那铃铛，你要是不一起卖早说啊。行吧，那你开个价，我看能不能接受。你看了一眼那铃铛，顿时信息又冒了出来。物品名称青铜铃铛，年份夏至西周时期，价值无价之宝，预计1枚2000万。这青铜铃铛有10枚，一口价10只打包2亿，算上尸鳖2亿1000万。这青铜铃铛和尸鳖一旦分开，尸鳖必然活不长，所以我就不拆了。你们若是不会拆卸，可以随时找我，没问题的话打款吧。2亿的价格不是小数目，即便古生物研究所也得上报。龙老接到上报资料后也是犯难。 2亿可不是小数目啊！这个赵德柱还真敢开口。可是专家说这铃铛看上去的确是西周时期的，甚至可能更早，的确是无价之宝啊！要不然我们再还价。这东西虽然古老，可毕竟在水里泡了这么久，真的还是完好无损的吗？直播间粉丝此刻也议论了起来。德柱，你真敢开价啊！隔壁都卖了好几件文物了，加起来也没你这么夸张啊！呵呵，2亿，我看是赵德柱是脑袋被驴踢了。这种东西懂的自然会买，不懂的，比如张东，你送给他都不识货。其实这铃铛乃是一种器皿，里面有一只小虫。
虫子。我之前说不能取下铃铛，不然这识别会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是古时候最古老的共生系统，这种共生系统拿来研究，你们觉得值多少钱？另外，里面的虫子爬动时会让铃铛发出一种声音，数量多了还能迷人心魄。这种最古老的迷惑之法，你们觉得拿来研究又价值多少？专家组怎么没提这事？这个库国历史上可有记载？专家组回应他们不知道，不过关于库国文献资料上的确有一些提起，但是很少。这个国度很神秘，而对于这铃铛的共生系统和迷惑之音，他们说这只是赵德柱的一面之词，未必是真的。龙老闻言却是若有所思，骗人，他不太相信。此时你将铃铛放在了麦克风前，然后手掌轻轻一颤，紧接着一阵细微的声音响起。龙老一时间仿佛被惊住了一样，愣在原地一动不动。可龙老分明知道自己还有意识，然而就是无法掌控身体。忽然那种声音戛然而止，你笑着说道：“诸位感觉如何？”快让古生物研究所出面买了这些尸饼，这铃铛的声音太诡异了，必须得研究清楚。没多久，你就收到一通电话。又过了2分钟，一条转账的声音传来：“您的银行卡转入存款2亿1000万。”国库，不过这么大手笔也的确只有国库能做到了。激动过后，你找出了小雅的手机号，当着全网粉丝的面给她转了4万。小雅收到钱后也是受宠若惊。得住，不用这么多的，4000就好了。其实你不还我也没关系的。说过10倍奉还的，自然要说话算话。粉丝们闻言也都激动不已。我们的传统美德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我就想知道张东还在吗？看到德柱秒赚2亿，你作何感想？张东估计就要下跑了吧？按照德柱这赚钱速度，什么都要娱乐，我们让他变成夕阳娱乐吧。这个赵德柱不得了啊，将他作为重点关注对象，以后一定要拉拢过来。你也觉得十分解气，当即招呼了一声粉丝，就起身去忙活了。突然你神色一凛，接下来的东西可有点烫手啊。身为当代歌神的你，却在演唱会现场改行去盗墓，没想到第一场拍卖就让你席卷了2个亿。然而就在你准备深入的时候，突然你神色一凛，接下来的东西可有点烫手啊。烫手什么意思？不好对付吗？我去，不会是粽子吧？我看盗墓小说上说的，古墓里最凶险的可就是粽子了。此时一个叫明叔的开口了：“有没有搞错啊，赵老弟？竟然还有好东西，那肯定要卖给你明叔的嘛。”看到是传说中的明叔，你不由得笑道：“明叔，这烫手的东西恐怕你吃不下。有没有搞错？你也不去赶他打听打听。明叔做生意讲的就是爽快，你阿叔我有的是钱，别怕我没钱，就怕你没货的嘛。”见明叔那么自信，你也懒得多说，滑动皮艇朝着前方继续出发。而龙老看着这场面也不由来了兴趣，看样子这里面还有东西，只是连雷显明都吞不下的东西，究竟会是什么呢？此刻你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，前方的水道越来越窄，两侧是陡峭的岩壁，有很多粗大的木头钉在上面，似乎是用来支撑什么东西的。水道马上就要到尽头了，这件货物就跟这些木头柱子有关系。有人知道这些木头柱子是干嘛的吗？这应该是玄奘的故地岩蝎，巴蜀地区的悬崖葬似乎就是这样的。真的假的？纪念小姐姐，你还知道这些呢？你是考古学院的吗？这位纪念小姐姐说的没错，这的确是玄奘的固定岩蝎，这些木头材质不凡，是不会腐烂的。另外，玄奘并不是说棺材真的暴露在外，其实是放在悬崖上凹陷的裂缝里或者山洞里，下雨对其影响并不大。德柱，你说了这么多，这前面烫手的货到底是什么啊？我都要急死了。这件烫手的货也是粽子的一种，不过它和一般的粽子不同，这种在盗墓行内称为魁，其实就是人死后的冤魂未曾离开身体太远，从而形成的一种东西。有没有搞错？不就是龟吗？赵老弟，你搞得好像什么绝世珍宝一样。想当年，你阿叔我在昆仑山挖水晶种植时，是根本看不上这东西的嘛。明叔，这可是直播间，不能乱说话。下一秒，直播间就出现了一连串东山省瓜子区警察支队进入直播间，东山省东山市刑侦大队进入直播间，东山省警察厅进入直播间。明叔顿时就愣住了，紧忙又发了条弹幕：对嘛，后来我就醒了，发现那就只是一场梦嘛，哪有什么冰砖水晶师，我那是做梦尿床了嘛。哈哈哈，不愧是明叔，这反应能力牛啊！对，蒋果然是老的辣，教科书级别的自救，我学到了。此刻皮艇已抵达水道尽头，两侧的岩壁上果然架着好几口水晶棺材。你跳上了一侧的暗潭，一路靠着岩壁往前走，逐渐朝着密集的水晶棺材靠近。片刻后，你低声说了句：“找到老巢了。”下一秒，一股阴风急速吹来，你立马后退2步，整个人直接贴在了岩壁上。然而那股阴风却认准了你，随后一道白色身影竟然也飘了过来。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你却已将手掌探进了阴风里，同时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。我去，德柱手里拿着什么？怎么像是一根棒子？难道会震动吗？哈哈，哥们，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没证据。就在此时，阴风却忽然散开，一个白衣女子轰然倒地。终于搞定了，太不容易了。等会我再和大家介绍这魁，不过有兴趣的现在可以先出价了。可等了好久都没人出价，你这才解释道：“这只魁本体也是西周时期的，不过要比外面的奴隶尸还时间早。这次拍卖的魁是连水晶棺一起的，有兴趣的老板可以出来聊聊。另外后面山壁上的那些水晶棺也都出售，那些水晶棺以及里面的粽子都很完整，但是价值不会比这只魁高。有兴趣的老板可以准备入手了。”说完，你便看向那魁的粽子。物品名称：狮魁，年份夏至西周时期，价值连带水晶棺预计200万。
这块连同水晶棺起拍价200万，剩下的10口水晶棺连带粽子一共300万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出价了。龙王，我们要出手吗？我们只要那具魁，其他的研究意义并不大，倒是那只魁很有研究价值。片刻后，直播间中纪念说话了：得住，这具尸魁我们要了，稍后会有人和你联系。那就多谢纪念小姐姐了，记得多关注我，以后有好东西我给你打折。好的，谢谢得住。此时明叔有些坐不住了，直接赚了300万，拿下了其余的水晶棺材。你满意的笑了笑。最后一件拍品便是这座石洞山，购买了此物，里面剩下的东西都归购买者所有。想要兜底捡漏的可以出手了。拍完这座石洞山，我就该上岸了。赵老弟，你这石洞山卖多少钱呢？明叔，你若要的话，给20万就行了。20万还有必要卖吗？你干脆免费送我了嘛，也算是我们交个朋友嘛。明叔，我以为我们早就是朋友了，看来您还是没拿我当朋友啊。你这话说的就不中听了嘛，实在不行，10万块你阿叔我拿了，就当是照顾兄弟你生意了嘛。就在此时，直播间突然跳出来一条弹幕：明叔，20万您都要搞价，您截了我的胡，也太不地道了吧！在演唱会现场改行去盗墓，没想到第一场拍卖就让你赚了2个亿，最后甚至整个墓穴都被你给卖了。可即将成交时，直播间却突然跳出一条弹幕：明叔，您截了我的胡，也太不地道了吧！你看了看发言 ID， 不由得一愣，腐蚀洋鬼子的精液。金牙仔，你不是和那帮衰仔在国外吗？怎么还能看到直播？甭跟我打岔，明叔，您截了我的胡，这石洞山可不能和我抢啊！20万一分不少，我要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明明是我先来的嘛！说完，明叔立马将钱打了过来。这最后一单生意也就算是做完了。你撑着皮艇朝着岸边赶去，然而刚上岸就收到一条短信，是经纪公司发来的律师函，他们向你索赔11亿。紧接着一通电话又打了进来。您好，这里是东山省法院，您的诉讼对方申请场外调解，预计在1个小时后，您有时间过来一趟吗？场外调解？东阳娱乐这是吃错药了吗？不去。不是的，您搞错了，申请场外调解的不是东阳娱乐，是另外一场诉讼。昨晚应该给您发短信了啊，您没收到吗？另外一场诉讼？他喵的，这年头怎么了？谁闲的没事都来告我玩啊？1个小时后，你来到了调解室，只见一个胖子正趴在桌子上睡觉，满屋子的酒味，里面还有一个美女接待员。请问他这是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他一来就睡了，说等你到了再喊他。调解员10分钟后才能到，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和我说。不用了，你去忙吧。接着你在胖子耳边喊道：小翠，你跑什么啊你？在哪呢？小翠在哪呢？你这才看清了此人的容貌，不是那死胖子还是谁？你是？我是被告，不过一会就不是了。距调解员过来还有8分钟，你最好跟我离开这里，否则8分钟后你就得去蹲大牢了。你小子还挺嚣张啊！你把我们去过的石洞给卖了，你还有理了？呵呵，首先石洞是你朋友去的，就算有原告也应该是他。其次你们去的时候盗墓还是违法的，这些事情我们私下说还没事。等一会调解员到了，你想想他们会给你朋友定个什么罪？好家伙，差点把天真给送进去了。你为什么要帮我啊？我相信以你的脑子，除非喝多了，不然不会干出这么蠢的事情。说起来那地方的确是你朋友先去的，我算是捡了个漏，所以帮你一次没什么。最后我想拉你们入伙，收益平分。你说的好像还真有道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盗墓合法化了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和你一起去呢？就我们当年去的那些地方，随便拿1、2个出来都够发财的了，带你去还要分你一份，没这个必要吧？呵呵，咱们想的一样，你们去过的古墓我都知道在哪，重点是当年和你们去过的人也不少，所以不论我们合不合作，都必须尽快去那些地方变现，否则晚了可就被人捷足先登了。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对，没错。但我们为何要合作呢？分开行动不是利润最大吗？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解释的。抛开其他人不谈，那几个地方咱们都知道在哪。我们若是不合作，结果就是谁速度快谁多拿几个，或者是你见不得我好，将其他古墓的位置卖出去，这样我的收益就小了。反过来我也会这样做，那还不如一起合作。你是聪明人，我不用多说对吧？我发现你怎么和天真一样，总是能让人无法反驳。可就算我答应你，我朋友也未必会去，就我们2个人恐怕不够吧？你带我去见他，我有办法说动他。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说动他？这个世上能说动他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你胖爷我，另外一个也不是你。那以后就是3个了，你只管带我去见他就行。胖子挠了挠头，最终还是妥协了。他带着你来到了酒店房间，看到你进来，天真已经猜到了，他狠狠地瞪了胖子一眼。胖子，你他喵的干啥去了？我说你喝多了吧？去告人家，你嫌我过得不好要把我送进去啊？这昨晚可不就喝多了？不过这赵小个人不错，没将这事情捅上去，回头我把诉讼撤了就没事了。另外他想要邀请我们入伙一起发财，他还说能说动你，所以我就将他带回来了。我对盗墓没兴趣，你走吧。只要你入伙，我能帮你找到他。你能找到他？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能找到他？这不重要，我能帮你找到他就对了。你在这里也是等，去古墓里也是等，何不去试试呢？这次轮到天真陷入了沉思，过了片刻，他缓缓说道：就信你一次，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把其他古墓的位置都公布出去，你1分钱都别想赚到。来到目的地后，你便开启了直播，然后叮嘱2人：还是那句话，不该说的别说，否则就你们当年那些事情，不蹲个10年8年，怕是没完。2人认真的点了点头，随后就跟着你出发了。赵老弟，地方你知道怎么走吗？放心吧，你们跟着我走就行。说完，你取出了手机，开始找方位。我呵，胖爷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用手机指南针找墓的，你确定你是专业的，也不带个罗盘？闻言，天真看了你一眼，
似乎也很感兴趣。其实这古墓我知道在哪，只是如今去找有些麻烦。而之所以不用罗盘，是因为罗盘在这里并没有手机方便。说着，你指了指远处，这里林深茂密，看不到整座山的形状，所以寻龙看风水没法用。并且我找的第一个地方不是古墓，而是一处已经存在的盗洞。下午2点，你们来到了一片树林里，看着周围的环境，胖子冲天真使了个眼色，似乎在说你看看这里是不是很熟悉。天真点了点头，继而向你问道：赵老弟，我们是来发财的，为什么不走古墓正门，非要钻盗洞呢？从正门进去好东西应该更多吧？古墓的情况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你仔细想想就知道了。我们是为了钱，自然是哪里有值钱的东西就先去哪里。前一句是提醒天真的，毕竟不能说你们当年来过，里面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？天真瞬间就明白了你的意思，说话间你忽然停了下来。地方到了，在演唱会现场改行去盗墓，并忽悠胖子和天真加入了你的团队。你们来到一片空地，地上竟然连一棵草都没有。厉害了！我听说有古墓的地方杂草长得都非常好，怎么这里不长草啊？难道下面有什么血色？天真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碰到邪事要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碰到血尸就喊去找胖子，他肉多好吃。呵呵，其实这里不长草没什么讲究，主要是地下渗透了一些防盗的药水，所以这地方不适合植物生长。我们第一件拍品就是这防盗药水，你们稍等一下，等挖出来就开始拍卖。我说赵老弟，这防盗药水还能卖钱吗？你可别骗你胖爷我，当年这些东西可都是直接放土里的。你们当年那是偷偷的盗墓，肯定只会带走值钱的东西，会大费周章跑到这带盆药水回去吗？可我们这次不一样，你就好好干，等会等着拿钱就行。哈哈，我发现你这人和天真一样，说的话总让人找不到反驳的理由。得了，你上去吧，就这点活，胖爷我自己就搞定了。仅仅半个小时，一个3米见方的坑就被挖了出来，胖子又是一铲子下去，只听当的一声，铲子似乎插到坚硬的东西。行了，挖到了，我们把它起出来。你取出小刷子，将上面的泥土清理掉，一块暗黄色的东西显露了出来。物品名：矾酸固体，价值预计10万，来源战国时期修建古墓调配之物，与如今的矾酸纯度无法相比，具有考古研究价值。第一件拍品已经清理出来了，战国时期修建古墓调配的矾酸，对于一些想要研究古时候化学技术的人还是很有价值的。起拍价10万，有兴趣的老板可以下手了。对对对，10万也不贵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新鲜出炉只此一块。赵老弟有没有搞错？这东西谁会要啊？别浪费时间了嘛，直接找到盗洞下去赚大钱不好吗？明叔，大钱要赚，小钱也要赚的嘛。毕竟我这情况你也知道，我可没老爹帮我去玩了命的赚钱还账。您呀，就贵人多等等吧。明叔被说的老脸涨红，他一把年纪了还出来赚钱，不就是为了2个不争气的儿子？这矾酸块我们要了，10万块稍后转过去。下一秒，到账的短信就来了，这就10万到手了。我去，天真，我们是不是错过了几个亿？我们当年是去富人区观光旅游吗？不对，你们那叫拆迁大队。什么意思啊？去一个地方炸一个地方，不是拆迁大队是什么？好像还真是这样。说话间的功夫，胖子已经将到洞口清理了出来。走走走，赶紧进去，胖爷我都等不及了。小心一点，最好先探空气。探空气？这还探个屁空气啊！当年不都来？好家伙，差点说漏嘴了，幸亏胖爷我脑袋转得快。你不是说有人来过了吗？既然当年都有人来过了，肯定不是个死坑。你怕他废话多再说错，忙插口道。虽然这地方来过盗墓贼，可盗洞毕竟塌了，小心会形成新的门坑。不过时间短，空气应该没事，用打火机试试没问题就下去。胖子忙取出打火机，在洞口点燃试了试，果然没有任何的问题。你这才招呼2人一起下去。胖子还是打先锋，第一个跳下了盗洞。这是一间空间不小的墓室，地面上都是鹅卵石，前方摆放着一口巨大的青铜巨鼎，不远处放着一口巨大的石棺，上面的棺材板已经被打开了，里面似乎是空的。你看了一眼青铜鼎，很快信息就冒了出来。物品名：西周青铜巨鼎，价值预计2亿，来源西周时期用来烹煮粽子祭祀的祭器。我们战国墓的第一件拍品就是这口青铜巨鼎，起拍价2亿，有兴趣的老板可以出手了。赵老弟，你疯了吗？这一口鼎你就敢要2亿？是啊，鼎器虽然是国之重器，可一口价2亿有些离谱了吧？这口青铜鼎之所以开2亿，主要是因为这种规模的鼎，目前世界上仅存的数量不会超过10只，其罕见程度绝对是无法比拟的。其次，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，对研究古代的权力、文化、铸造工艺等方面价值极高，而且这更是我们龙国的代表性古董，说其是国宝都不为过。这样的东西难道不值2亿吗？果不其然，自从这青铜鼎出现后，龙老的目光就没有移开过。龙老，这鼎真的这么值钱吗？这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，鼎对我们龙国的意义重大，尤其是这么大个头的，更是从未见过。赵德柱说的不错，称其为国宝都不为过。试问国宝有价吗？纪念摇了摇头，对吗？国宝是无价的，2个亿的价格可以接受，这样的国宝级文物不能流落在民间。介绍完青铜鼎后，你就让胖子将里面的东西都拿了出来。我们卖的是鼎，里面的东西自然是要单独算的。忽然直播间出现了一条弹幕：赵德柱，真以为就你自己会盗洞吗？老子已经到老家了，看到没？这就是我们村的后山。传言当年唐朝的时候，这里可是葬了一位公主呢。
等会老子找到古墓挖进去，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做盗墓。真以为就你自己能是吧？我去，张东你还真去盗墓了，是不是被炒鱿鱼了？不去盗墓就失业了。哈哈，聊天阶段你真狠，8成是拉拢德柱没成功，他老板一怒之下打发他去盗墓了。不过话说，这地方真的会有古墓吗？德柱，你觉得这地方会有古墓吗？这地方不可能有古墓，更别说唐朝的。唐朝皇族的古墓讲究深埋大藏，一般都会依山而建。而你们看这座山，高度不够，更像是坡，而且山体上的土质松软，是不可能开挖建陵的，最多葬一些普通人。真以为自己是盗墓专家了？你说没有就没有吗？等会老子挖到唐代大墓，你敢直播吃翔吗？你挖吧，你要是挖到唐朝古墓，我就直播吃翔；你要是挖不到，你直播吃翔，行了吧？哼，你小子给我等着，老子等着看你直播吃翔。闲聊间，胖子已经将东西取了出来，竟然是一道骸骨，同时还有很多玛瑙玉石等装饰物。这些东西就不用细分了，粽子和玛瑙玉石一起出售。这青铜铃我们要了，老规矩，款项稍后付给你，请务必保证好青铜铃的安全。你点了点头，看着到账短信，心满意足的将手机收了起来。这他喵的也太刺激了吧！赵老弟，赶紧的，赶紧的，接下来拍卖什么呢？你还没说话，直播间金牙和明叔就冒了出来。赵老弟，这几件重器肯定还是盘给你阿叔我的嘛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赵老弟直播拍卖，自然是价格者得。明叔，这些粽子我不要，您把那些玛瑙玉石匀给我，怎么样？2位，你们先别吵，我这一堆货起拍价是20万，你们能接受就私下商量其他的，可以吧？说完，你看向那口巨大的石棺。物品名：石棺，价值3万，来源：西周时期铸造而成的石头棺材。这口石棺就不拍卖了，但是会作为赠品。以前这口石棺里葬着一具血尸，等我找到这具血尸后，凡是购买这血尸的人就可以得到这口石棺。闻言，龙老顿时脸色大变，这战国墓竟然有血尸，纪念盯紧了。他们要是真的找到血尸，一定要拍下来。在演唱会现场改行去盗墓，并忽悠胖子和天真加入了你的团队。刚下墓，你们就发现了葬有血尸的石棺，然而里面的血尸却不见踪影。直播间的粉丝纷纷问道：德柱，什么是血尸啊？说起这血尸，那可就神秘了。以我了解到的资料，这种血尸的出现很可能和古人寻找的长生之法有关系。古人为了寻求长生，用过很多稀奇古怪的办法，而这血尸便是生前服用过这种长生不老药，死后才会变成这样。至于具体是什么情况，咱们日后再说。好了，我们在这里耽误的时间也不少了。明叔，你们2位到底商量妥当没？这个赵德柱不一般了，我还是低估了他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安排人24小时盯着他的直播间，必须掌握他的动向。若是他还提起这血尸的事情，一定要叫我。龙老反应如此之大，难道古时候真的有长生不老药？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而此时明叔他们的20万已经到账，你招呼了胖子2人一声，示意他们该继续出发。你之前说这一路可以解开很多当年的疑惑，那么我现在一个疑惑就是，铁面生是否和这些血尸的形成有关系呢？此事复杂离奇，我个人感觉铁面生知道血尸这种长生之法，但是他没有用这种办法，而是选择了自己的办法。为何这么说？因为我认为那种丹药不会太多。你觉得鲁殇王决定用这种办法长生时，他会留下1枚备用吗？换句话说，当你有2枚长生不老药时，你会只吃1枚吗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可问题是，若是不吃那种长生丹药，为何铁面生也会变成血尸呢？这就是一处悖论。鲁殇王所在的朝代和西王母以及周穆王是一个时期，这种长生之法很可能就是从西王母那传进中原的。鲁殇王应该和周穆王认识，肯定是周穆王告诉了他这些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鲁殇王就是周穆王本人。何出此言？因为那个时期并没有王这个等级划分，采用的是爵位划分制度，所以这个鲁殇王的出现就很唐突。而王显然没有周天子地位高，如果说鲁殇王真的存在，那么他最多是受到周穆王的器重，才得到了长生丹药。那铁面生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我无法解释，除非当时的长生药真的有2枚，否则大概率是铁面生也有自己的长生之法，不然这个悖论是无法解释的。德柱，你们聊什么呢？这鲁殇王是谁啊？铁面生又是谁啊？怎么连西王母都出来了？等会岂不是孙猴子都要出来了？你们不认识也正常，我们目前探的这处战国墓便是鲁殇王的墓，而铁面生则是他的军师。据说鲁殇王得到了一种长生之法，只可惜被他的军师鸠占鹊巢，最后下葬的是铁面生，而不是鲁殇王。真的鲁殇王被葬在了之前那个墓室的石棺内，后来变成了血尸。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找到血尸后赠送棺材的原因。那口棺材的价值岂能和鲁王的尸体相提并论？这2人的对话中肯定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，太惊人了！立刻派人去找他们的地方。这次不光要保证这座古墓不能遭到哄抢，还必须保证赵德柱的安全。他们嘴里的那些故事必须要全部搞清楚。很快墓道就走到了尽头，前方出现一道打开的玉门，里面是漆黑的一片。进去后，胖子立马取出了照明弹，瞬间整个玉门后的空间都被点亮了，估计有2-3个篮球场般大小。而在这片空间中摆放着数道棺材，仔细一数，竟然足足有7口。你不慌不忙地架好灯光设备，顿时墓室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大片的古文字。这上面的古文字记载便是鲁殇王的生平。在观看的古文字专家们可以现在开始解读了。快让古文字专家鉴定上面的内容，要真的是鲁殇王墓，那就是重大考古发现，可以弥补西周时期的历史空缺啊！还有他们说的什么长生不老药，恐怕这些都是当年的秘闻。片刻后，纪念拿着翻译好的文件跑了回来。
龙老，专家们已经翻译出来了，赵德柱说的果然都是真的。立刻去联系赵德柱，这墓室的古文字我们要了。好的，龙老。说完，纪念当即在直播间发了一条弹幕。经过我们官方的翻译，发现这墓室墙壁上的文字内容的确和赵德柱说的一致，这的确是鲁生王墓。另外，赵德柱先生，我们想要购买这墓室上的古文字，是否可以把起拍价说下？纪念小姐姐，关于这古文字的拍卖，我们稍后进行。我们目前的第一件拍品则是七星一棺，这7口棺材里的机关各不相同，有的里面可能是毒虫、毒烟，甚至是毒箭，而有的里面甚至可能是粽子。现在这7口棺材打包拍卖，我们不会再打开。拍卖完成后，我们可以提供在线开棺服务。纪念，你出面买下这7星一棺，让赵德柱在线开棺，我要看看他的水平到底如何。好，不过龙老，在线开棺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开棺自然有风险，他既然说提供这种服务，想来是有这个本事的。另外，他带来的那2个应该也不是普通人，正好能一起看看他们的实力。闻言，纪念立马在直播间发了弹幕。德柱，7星一棺我要了，另外还需要提供在线开棺服务。好，咱们接下来拍卖7星一棺。说着，你看了一眼那7口棺材，物品名称7星一棺，价值单7口棺材价值10万，若是算上那具粽子价值100万。来源：西周时期建造而成的7口棺材，材质一般。纪念小姐姐，这7口棺材的起拍价是10万，不过在这里我必须和你说清楚，这10万只包括那7口棺材以及目前里面包含的东西，而这7口棺材里曾经有一件东西掉了出来，就在这墓室里面。这件东西你若是需要，起拍价则是100万，我稍后会寻到一并给你；若是不需要，那件东西我可就自己拍卖了。那是什么东西？竟然价值90万？那是一具粽子，还能动的粽子。1口破旧棺材竟被你卖出100万天价，只因里面跑出了一具能动的粽子。直播间的粉丝顿时都惊呆了。我去，还能动的粽子，德柱，你这可就完蛋了！还能动的粽子在这，你还能按时拍卖？就是德柱，你真的是顶流歌手吗？你说你是顶流土匪，我都信啊。那粽子我们要了，让他先找粽子，棺材稍后开。好的，龙老。德柱，那能动的粽子我们要了，你先找到它，棺材一会再开。都可以，反正都是老板消费，您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胖子，干活了。那粽子在哪呢？不知道，我们先去左边看看。在那边。我说这尸体恐怕已经扑不了人了吧？他喵的，还跟你胖爷玩偷袭，看胖爷不笑你。别打，他动不了，是你刚才靠得太近了，他有了些反应，我们得尽快动手了。这粽子在这里年头太久了，那东西怕是要镇不住他了。你拿着这新的，我等会把他嘴里的拔出来，你就立刻塞进去，小心慢了出事。行，包在你胖爷身上。我去，你怎么也有发秀纸？先干活，想知道自己回去看昨天的视频重播。赵德柱，你这哪买的过期食品？你可害死你胖爷了！这黑驴蹄子可能是假的，果然拼夕夕的东西不能买儿，看我来收拾他。先真的，你觉得这功夫有没有很眼熟啊？很像小哥，他的手指也一样，可他不是张家人。怎么还有啊？我就怕拼夕夕的东西不靠谱，所以在其他平台也买了几个，有备无患嘛。下次再买拼夕夕的东西，胖爷我跟你没完。对了，上一只黑驴蹄子必须差评，这玩意都敢卖假货，真是害死莫金，校尉不偿命。德柱，你这身手竟然是真的，我还以为你之前拍的功夫片是用了替身，你竟然真的会。德柱，你这实力隐藏的也太深了吧？就这一记撞击，简直太帅了。的确是帅，不过德柱，你用绳子绑着安全吗？要不然再加一道铁链。不会，这绳子是加固的绳子，而且这绳子的绑法叫做困仙扣，这粽子是挣脱不开的。你还知道困仙扣？以前小哥绑过一次，我记住了。什么是困仙扣啊？德柱，困仙扣是摸金校尉绑粽子的打结方法，可以让粽子够不到绳子，除非是力大无穷，例如血尸，其他粽子是挣脱不开的。而摸金校尉也习惯将这种绳子称之为捆尸索。纪念小姐姐，东西找回来了，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准备开始开棺了。多谢，辛苦了，可以开始了。你最好离远点，对自己的体质要有自知之明啊！对，天真你就不要过来凑热闹了，别强行给我们增加游戏难度。你以为我想过去凑热闹？我压根没兴趣。赵老弟，这都进来快1天了，你什么时候帮我找人啊？你可是说好的，不能这么消遣我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觉得现在就是个机会。你就站在这里，用你的手机开个直播，只拍天真和粽子的脑袋，别拍身体。
我去，这就是你的办法？我看着粽子他就能来吗？不是让你看着粽子，而是拍出来你遭到了粽子的袭击，命悬一线。他要是看到了，肯定会过来救你的，对吧？赵老弟说的对，你想想以前小哥是不是在每次你遇到危险时才会出现？我可以肯定，他要是看到了，一定会来。说不定他已经看到了，现在正在买从长白山到瓜子庙的车票呢。你得表演，你被粽子抓了，面色平静，连我都能看出来这是假的。你得叫，怎么叫？你想想，你第一次碰到粽子是怎么叫的，就那样叫就行了。我说，你们这是正经的直播探墓吗？让天真小哥在那叫，这正经吗？哎呀，人家的心都快被叫碎了，小哥哥你别叫了。他们可以不正经，你得正经。你要是都不正经，那这直播可就不正经了。你想见他，得正经点。我就没见过这么不正经的办法，你赶紧开关吧，我先试试，实在不行以后再找机会。纪念小姐姐，我们可准备开关了，您看好了。气口价值100万的棺材，只因里面跑出一只能动的粽子，而此时你正准备打开这气口棺材。我说你这是什么技术？胖爷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我刚刚的动作叫做分尸，意思就是分辨棺材里是否有尸体。尸体和棺材的重量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若炼时间越长，尸体腐烂的程度越大，棺材反而会变轻。而若是棺材重量没有明显的变化，那就说明里面要么是粽子，要么就没有尸体，藏的是等重的机关。我去，那你们这分尸的技术对经验要求很高啊！毕竟最开始入殓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这棺材加尸体有多重。还好吧，你想想看，若是里面是尸体，那么滑动起来，里面传递的手感晃动必然会很圆润；而里面若是机关，那么晃动起来要么不动，要么手感会很生硬。这种分尸之法此前从未听说过，摸金发丘在后世的传承中多少会被改进。看来赵德柱祖上这一派就是如此，纪念整个过程一定要记录下来，或许对以后大有帮助。胖子，你往后面退点。我说大哥，你才开第一个钉子，你怕个毛啊！你真以为古时候的机关就这么简单吗？我告诉你，往往在古墓里出事的人就抱着你这样的想法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再退，起码5步。我不是在危言耸听。你听说过一种名为镶金边的机关吗？就你目前的位置，棺材里射出的毒针绝对能要了你的命。什么镶金边？那是什么机关？所谓镶金边，就是指在棺材钉的位置镶嵌一圈金属边框，比如青铜。而隐藏在棺材钉里面的毒针，只要棺材钉一拔出来，里面的毒针就会射出来。一般情况下，毒针直上直下，但镶了金边的方向都是不固定的。毒针快速激发，斜撞在金边上，会改变方向，最大的杀伤面积能达到30度。你那个位置就在30度里面。他喵的，你开个棺材简直跟老太婆裹臭脚一样。得了，我后退行了吧？我说赵爷，你是我亲爷爷，这马上都要出来了，你怎么又停了？你干脆改名叫北派墨迹的了。要么拿着木板挡着，要么你蹲下去，小心有毒针。我都退了5步了，肯定没事的，你就动手吧。我求你了，赵爷，我求你了，北派墨迹，你赶紧动手吧。我就说嘛，起个棺材钉哪有那么麻？快挡住！快录下来！纪念录下来没有？录下来了，龙王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胖爷，以后可别催了。德柱，你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算是条件反射吧。其实当时我也没多想。我去，条件反射都能这么快？你小子的确有2把刷子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的手艺有胖爷我的风采。得了，别拼了，我们继续吧。爷，天真，你过来干啥？怎么不去叫了？都叫了这么久了，显然没什么用，我嗓子都快哑了，还是再找机会吧。我去，这就是德柱说的镶金边机关吧？果然，盗墓不能着急啊，着急就得付出生命代价啊。对啊，赵老弟，你小心剩下的棺材钉里还有这种机关。放心吧，这种机关只会隐藏在其中一个棺材钉里，不可能都有的。一来这些青铜配件造出来代价极大，其次若是有人中了一次招，那他们对其他的自然也会小心，所以每个都设计不太可能。那不对啊，万一盗墓贼运气好，没有第一个开蕴含机关的棺材钉，那岂不是这机关就没用了？不是的，你看这个棺材钉的位置就明白了。这种机关肯定只设置在棺材头的2侧，因为盗墓贼开棺肯定是从棺材头开始，重要的冥器一般都在尸体头部的位置，然后才会从头往脚的方向挨个起开棺材钉。盗墓贼只要开棺就会触发。那要是第一个选错了呢？岂不是仍旧不会触发？说了让你少吃猪肉，少吃猪肉，你就是不听，这脑袋吃的都快成猪头了。你第一个就算没激发，难道你不起第2个棺材钉就能打开棺材吗？而且第1个不激发，反而会让你放松警惕，以为没有机关，那你碰上第2个不就更加可能被射成猪头了吗？这次要不是赵老弟，你真的要上供桌当猪头贡品了。
胖子听得恍然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棺材镶金边机关，竟然还蕴含着这么多的道道。而和他们不同，此刻的龙老却一遍遍回放着刚刚你出手救胖子的场面。龙老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下意识的动作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不对，他在说谎，那不是他下意识的动作。赵德柱肯定在说谎。这7口价值100万的棺材，只因里面跑出一只能动的粽子，而此时你正准备打开这7口棺材。我说你这是什么技术？胖爷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我刚刚的动作叫做分尸，意思就是分辨棺材里是否有尸体。尸体和棺材的重量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若炼时间越长，尸体腐烂的程度越大，棺材反而会变轻。而若是棺材重量没有明显的变化，那就说明里面要么是粽子，要么就没有尸体，藏的是等重的机关。我去，那你们这分尸的技术对经验要求很高啊！毕竟最开始入殓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这棺材加尸体有多重。还好吧，你想想看，若是里面是尸体，那么滑动起来，里面传递的手感晃动必然会很圆润；而里面若是机关，那么晃动起来要么不动，要么手感会很生硬。这种分尸之法此前从未听说过，摸金发丘在后世的传承中多少会被改进。看来赵德柱祖上这一派就是如此，纪念整个过程一定要记录下来，或许对以后大有帮助。胖子，你往后面退点。我说大哥，你才开第一个钉子，你怕个毛啊！你真以为古时候的机关就这么简单吗？我告诉你，往往在古墓里出事的人就抱着你这样的想法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再退，起码5步。我不是在危言耸听。你听说过一种名为镶金边的机关吗？就你目前的位置，棺材里射出的毒针绝对能要了你的命。什么镶金边？那是什么机关？所谓镶金边，就是指在棺材钉的位置镶嵌一圈金属边框，比如青铜，而隐藏在棺材钉里面的毒针，只要棺材钉一拔出来，里面的毒针就会射出来。一般情况下，毒针直上直下，但镶了金边的方向都是不固定的，毒针快速激发，斜撞在金边上，会改变方向，最大的杀伤面积能达到30度。你那个位置就在30度里面。他喵的，你开个棺材简直跟老太婆裹臭脚一样。得了，我后退行了吧？我说赵爷，你是我亲爷爷，这马上都要出来了，你怎么又停了？你干脆改名叫北派墨迹的了。要么拿着木板挡着，要么你蹲下去，小心有毒针。我都退了5步了，肯定没事的，你就动手吧。我求你了，赵爷，我求你了，北派墨迹，你赶紧动手吧。我就说嘛，起个棺材钉哪有那么麻？快挡住！快录下来，纪念录下来没有？录下来了，龙老。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胖爷，以后可别催了。德柱，你刚刚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算是条件反射吧。其实当时我也没多想。我去，条件反射都能这么快，你小子的确有2把刷子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的手艺有胖爷我的风采。得了，别拼了，我们继续吧。爷，天真，你过来干啥？怎么不去叫了？都叫了这么久了，显然没什么用，我嗓子都快哑了，还是再找机会吧。我去，这就是德柱说的镶金边机关吧？果然，盗墓不能着急啊，着急就得付出生命代价啊。对啊，赵老弟，你小心剩下的棺材钉里还有这种机关。放心吧，这种机关只会隐藏在其中一个棺材钉里，不可能都有的。一来这些青铜配件造出来代价极大，其次若是有人中了一次招，那他们对其他的自然也会小心，所以每个都设计不太可能。那不对啊，万一盗墓贼运气好，没有第一个开蕴含机关的棺材钉，那岂不是这机关就没用了？不是的，你看这个棺材钉的位置就明白了，这种机关肯定只设置在棺材头的2侧，因为盗墓贼开棺肯定是从棺材头开始，重要的冥器一般都在尸体头部的位置，然后才会从头往脚的方向挨个起开棺材钉。盗墓贼只要开棺就会触发。那要是第一个选错了呢？岂不是仍旧不会触发？说了让你少吃猪肉，少吃猪肉，你就是不听，这脑袋吃的都快成猪头了。你第一个就算没激发，难道你不起第2个棺材钉就能打开棺材吗？而且第一个不激发，反而会让你放松警惕，以为没有机关，那你碰上第2个不就更加可能被射成猪头了吗？这次要不是赵老弟，你真的要上供桌当猪头贡品了。胖子听得恍然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棺材镶金边机关，竟然还蕴含着这么多的道道。而和他们不同，此刻的龙老却一遍遍回放着刚刚你出手救胖子的场面。龙老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他下意识的动作，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不对，他在说谎，那不是他下意识的动作。赵德柱肯定在说谎。开演唱会却被保安拦在场外，一气之下你拉了2个同伙去盗墓，可你才刚打开第1个棺材钉，就引起了上面的注意。赵德柱肯定在说谎，甚至可能他的身份都是造假的。先不要揭穿他，继续盯着就行，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。
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怎么会如此神秘？而此时你已经打开了棺材，里面放着一块封起来的箱子。赵老弟，愣着干啥呢？你不拆，那胖爷亲自来了。这个就不用开了，这是棺材里的机关井，这种机关年头太久了，加上我们又不是鲁班，一旦拆开很容易损坏，到时候可就说不清楚了。对，这个还是留给买家自己去研究吧。纪念小姐姐，这样没问题吧？毕竟一旦我们拆坏了，那可是不包赔的。可以，只需要把棺材板打开就行，里面的东西我们自己会解决。得嘞，那我们继续。你要干嘛？难道不挨个开吗？那样太浪费时间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事不过三。这7口棺材里应该还有1口是镶金边的机关，我们先找到这个棺材，打开后再去尝试其他的。七星一关难道也遵循事不过三的道理？这毫无依据吗？这不需要依据，这是常识。什么意思？这里一共有7口棺材，若是同一种机关只出现一次，那么成本就太大了。毕竟要设置7种机关，你当鲁殇王是鲁班爷吗？而若是同一种设置的太多，那只要破开一个，那其他的机关也就没意义了。对，为了迷惑盗墓贼，同时加上方便的因素来考虑，一种机关出现2次都是最好的，这也是古人设置机关时总结出来的经验。这里面也是镶金边，我们先开这个。那其他的棺材情况如何？好坏参半吧。剩下的5口棺材里，有1口已经被打开了，就是那粽子的棺材，还有1口情况不太好，木板腐烂的很严重，我没敢碰，一碰恐怕就得散架了。还有1口里面有尸体，不知道情况如何，得准备好黑驴蹄子，小心开棺诈尸。至于另外2口里面可能是其他机关，我们等会再研究。纪念小姐姐，这口棺材保存的不好，随时会散架，我这边就不开了，不然里面的东西摔坏了不好解释。这样的棺材不太可能有尸体，不然棺材板早烂了。你们回去之后自己拆如何？可以。这棺材里怎么有金头发？这难道是金毛狮王的尸体？鲁殇王要是将金毛狮王的棺材给到了，那张无忌不是要疯了？想什么呢？金毛狮王那是小说，而且那是明代，这鲁殇王是西周，朝代都对不上。对啊，那是什么情况？难道古时候就有染发技术了？什么染发技术？这头发是天然的，这根本不是古尸，这是个现代人，是个老外。这是当年铁三角来的时候碰到的国外盗墓贼，其中一个老外被那粽子拖进了棺材里，惨死在了这里。纪念小姐姐，这口棺材也可以过了吧？可以，继续开其他的吧。我说这最后3口棺材了，不如把有粽子的留在最后，开的时候将其抬远点，这样万一真的诈尸打起来，也省得波及其他棺材。现在不如先开这2口有机关的，既然都一样，只要冒险开1口，另外1口也就知道怎么破解了。这棺材怎么没有棺材钉啊？有点难搞，这居然是1口黑漆套棺。开演唱会却被保安拦在场外，一气之下你拉了2个同伙去盗墓，然而开最后3个棺材时你却皱起了眉头。有点难搞，这居然是1口黑漆套棺，看样子这木质棺材里还套了1层石棺，石棺应该不厚，不然刚刚我们肯定抬不起来。这棺材还是我来开吧，里面很可能有机关。别碰，这东西很危险。这好像是种子啊，你认识这东西？难道是古时候的粮食种子？鲁殇王怕自己复活之后没有吃的，准备复活了带人去种田。不是，这的确是种子，但不是粮食的，是植物的。这东西名叫青丝绕，遇水救活，千万不要靠近自己。一旦吸入1颗进入体内，它会在你体内疯长，直接钻破你的皮肉，吸干你身上的水分。赶紧过来把棺材板盖上。这棺材能形成气压，肯定是这些种子在里面吸收空气导致的。不盖上棺材板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胖爷，我还真听说过青丝绕这东西，好像做出来的药水也叫青丝绕，不过是感情的情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拿这种东西制作药水，你不想活了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他是古装剧看太多了。他说的青丝肉和你说的那是2码事。我说这东西不处理，将来老板们买回去也是祸害，总不能就这样不管了吧？纪念小姐姐，这东西只需要撒上强碱就能让其失去活性，我们都没带这东西，在这里是处理不了了。你们运回去后是用强碱，还是自己研究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另外1口棺材里也是这东西，我们就不开了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我说你就不应该说大话，还惩戒在线开棺，这家伙也不赚钱啊。这就不是钱的事，我们虽然找到了可以卖，但是古墓里很多东西一般人是不懂的，要是有危险给他们了，他们出事了算谁的？尤其是这棺材，懂的人我们自然不用管，不懂的人我们自然得帮忙开管排除危险，要不然那不成了一锤子买卖，以后谁还敢找你啊？得，胖爷说不过你。你见过这青丝绕？
这也是第一次见，这种东西很少的，自然环境中它能产生的种子很少，而长成之后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，只有在种子发芽到长成中间有危险性。想要收集这么多青丝绕的种子是极难的，而且青丝绕长成之后的茎可以入药，所以古时候还有人种过这东西。至于我是怎么知道，的确是从祖传的古籍上了解到的。这东西既然这么危险，那古人怎么还敢种这个？能赚钱为什么没人种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这是改变不了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而且这青丝绕种子只要保存得好并没有问题。这东西的种子从结出来到遇水开始长需要很长时间，一般种植都是提前埋进土里，等到了时间它自己吸收水出来的。正常情况下谁没事往家里存这个？咱们继续吧，把这最后一口有尸体的棺材开了，然后把古文字墙卖了，我们也该休息了，剩下的明天再继续吧。龙老，这青丝肉真的这么厉害啊？古时候的东西很多都很危险的，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都消失了，也就只有在古墓里可能会保存下来一些。这青丝绕的种子带回来后交给科研单位，同时附带一份赵德柱的讲解视频，以免他们不懂得怎么处理。圣，天色不早了，要不然您先休息，这最后一个棺材我盯着就行。不必了，还能熬得住。这最后一口棺材里可能有粽子，我不想错过。不对，快停下！这棺材不对。开演唱会却被保安拦在场外，愤怒之下，你拉上2个同伙就去盗墓。可开最后一个棺材时，你却神色一凛。不对，快停下！这棺材不对。什么情况？这棺材下面有个窟窿，我的手一抬就把那木头给顶上去了。他喵的，这口棺材不会被人摸太阴了吧？摸菜卷？什么摸菜卷？这里哪有菜卷啊？是摸太阴，这是盗墓行当的黑话。棺材正面被称之为阳，棺材底被称之为阴。摸太阴说的就是有盗墓贼从棺材底部打了个洞，将里面的东西摸走了。我说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摸太阴，我们将这棺材架高点，看看里面的情况再说。我说要真是被摸太阴，这棺材就不可能诈尸了。棺材有孔，里面的棺材气早就散了，就算之前诈尸了，放了这么多年也早折腾不起来了。的确，这粽子诈尸全凭一口气。若这棺材真的被摸太阴了，这么多年下来，里面的粽子怕是湿气也散了。问题是这是七星一关，庐山王不可能吃饱了没事干，将这口棺材挖个窟窿吧？这窟窿肯定是别人干的，会是谁呢？可能是裘德考的人做的。当年来这里的人除了我，除了我们之前说的铁三角之外，还有裘德考的人，他们的概率大一些。不太可能，他们是现代化盗墓团伙，不是土夫子或者发丘摸金一脉的。他们要开棺必然是直接开，结果会和那个惨死的老外一样的下场。摸太阴这种办法，他们会做的可能性太小了。我去，现代化盗墓团伙，帽子叔叔，你们都听到了？对，我也听到了，这必须得抓起来。德柱，你可得好好配合帽子叔叔，不然小心被扣上知情不报的罪名。不是我不说，而是说了也没用。这裘德考已经死了，难不成把人家挖出来靠进去？不管怎么说，还得先看看再说。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啊？结论呢？这到底是谁搞出来的？是他。他是谁啊？直接说人名！你们怎么娘们唧唧的，还让胖爷我猜？汪藏海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他当年汪藏海来过这里，而他不是职业盗墓贼，或许是为了验证这棺材的真假，又或者是其他原因，他在这下面开了个孔，这是唯一能说得通的解释。得，是他就是他吧，反正和我们没关系了，别耽误胖爷发财就行。这口棺材还开吗？开，不过不用这么小心了，既然已经没了湿气，自然也不可能诈尸了。而且有粽子的棺材一般不会有机关，我们抓紧时间开了，也好早点休息。纪念小姐姐，开棺结束了，稍后我们聊一下那股汉字墙壁的事情。好的，德柱，王藏海是谁啊？说起这汪藏海，是元末明初非常厉害的建筑家和风水家，此人晚年也深陷追求长生之中，而且曾经就来过这鲁殇王墓，将一枚蛇眉铜玉留在了这里，同时取走了鲁殇王的鬼玺，传闻这鬼玺能召唤阴间的军队，至于真假那就不知道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。物品名：鲁殇王生平简介，价值预计50万，主要为研究价值。来源：鲁殇王改造古墓时留下的记载。纪念小姐姐，这古文墙壁一口价50万。好的，德柱，我这就把钱转给你。你这是干嘛？我们是来赚钱的，自然不能遗漏任何地方。这古墓极大，全靠腿脚去跑，那还不得累死？用这3维建模仪器将古墓大概探索一遍，没什么好东西的地方，我们直接放弃，能节省时间。
可以了，这些飞行探测仪会自动探测最大飞行距离内的全部地方。我们休息吧，明天一早连3维建模都能做好，到时候再看就是了。我去，这高科技就是厉害啊！没想到这古墓的入口竟然距离我们这么近，还有这建模的效果也太好了吧！连观它的颜色竟然都一样。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看来这飞行器的最大距离也不行啊，竟然没拍到那9头蛇摆的地方，估计是这里面路太复杂了，他们的最远距离达不到。不过这个地方的确很奇怪啊。这好像是青眼狐师的狐狸面具，可怎么会挂在这里呢？就在此时，消失了很久的张东又冒了出来。老子已经挖到了唐代大墓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罩得住，等会只要老子一按这引爆器，你就等着直播吃翔吧。张东，你最好别再挖了，赶紧把雷管取下来，这东西不能炸。怎么玩不起吗？这还是咱们堂堂的顶流歌手嘛，要想不玩也行啊，要么跟我回东阳娱乐公司，要么你就给我直播吃翔。我没和你开玩笑，咱们私人恩怨归私人恩怨，这是可开不得玩笑。你若是引爆了，这么小的墓岛，你也会被起浪冲翻的，而且爆炸声会炸穿你的耳膜。你当老子是250呢？这点常识我能不知道？老子昨晚就将后路留出来了，我现在就上地面，然后引爆了再下来，罩得住。你有种就别挂视频，我倒要看看你敢不敢直播吃翔。最后劝你一句，从哪来回哪去，别闹下去了，不然你注定得吃翔。真是死鸭子嘴硬，老子倒是要看看今天谁他喵的吃翔，罩得住，你给我看好了。说着，张东举起遥控器，直接按了下去，砰的一声巨响，山腰上竟然炸出了一道10几米宽的缺口。可下一秒，张东却整个人直接傻眼了。在演唱会现场改行去盗墓，眨眼功夫就赚了好几个小目标。经纪人见状也模仿你去盗墓，不曾想却把化粪池给炸了，直播间瞬间就裂开了。你啊，那么多盗墓主播，各种翻车的都有，炸化粪池的还真是第一次见。这次张东还真是自作自受，算是还了赌约，真的吃了香了。哈哈，我还记得之前有个哥们说，他三叔去盗墓都好多年没回来了。那哥们你在吗？别叫了，就是我三叔的确没回来。得住，你可有这点，你要是也没了，我怎么活？哎，你看看，他三叔也不见了。我去，这是巧合吗？他三叔因为盗墓不见了，天真你三叔也是因为盗墓不见了。我说这盗墓难道克数吗？而且还专门克三叔。幸好胖爷我没有三叔，只有三大爷。这肯定只是巧合，盗墓贼那么多，谁又不是叔叔父亲呢？算了，继续赶路吧。应该就是这里，我只记得大概的方位，你找找看。小心周围会有识别。他喵的，当初避之不及，如今寻找成谜，这叫什么事？这血尸到底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此事扑朔迷离，恐怕只有你家那位知道了。我们靠猜是猜不出来的，但我感觉他肯定也不是局外人，只是身份我们都不知道罢了。此人身份成谜，那你怎么卖啊？身份成谜也不是什么坏事，等会我们将利弊分析给买家，买不买就看自己了。他们早就喜欢了这种方式，毕竟古董这行本就是考验眼力和魄力的行当。找到了，这就是血尸啊！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穿了成青铜铠甲呢。是啊，这血尸看着也太奇怪了，身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啊？得住，你知道吗？还记得我之前和你们说的吗？血尸都是因为追求长生才会有这样的结果。根据我的了解，这种血尸生前都服用了一种丹药，可能这青铜色鳞片就和这有关系。不过具体我也不太清楚，等会我们就拍卖这血尸，和之前的10贯一套。但为了方便大家了解这血尸，我们得去找到缺的那个头颅，所以拍卖等会再开始吧。得住，那你们现在要去找头颅吗？难道等会再折返回来？那太麻烦了，这地方已经没有值钱东西了。我们会带上这血尸直接去主墓室所在的地方。我去，你还真让胖爷我背啊！我是艺人，理解下，而且赚的钱也分你了1分2，我还得带路，你辛苦下。他喵的，这邪事怎么这么重啊？按照你的路线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入那片空间的底部，但在此之前也会经过那个奇怪的岔路口。你是要去拿狐狸面具吗？那狐狸面具也是青铜的，值点钱，自然不能留下。而且那条通道很是奇怪，我觉得还是去看看比较稳妥。我说我们就别停了，一停下来胖爷肯定走不动了。一个面具而已，赵老弟你自己去拿了，赶紧去外面和我们会合。我去，那狐狸面具什么情况？怎么有眼睛啊？不清楚，现在又没了。
难道是胖爷我看错了？那也不可能，咱们3个一起看错了吧？赵老弟，你看看直播间有没有人看到？我们距离远可能是看错了，你距离近，粉丝们看得清楚。你点了点头，忙去看直播间，可直播间里的人似乎并未看到。此刻正疑惑呢。德柱，你怎么不拿？对呀，德柱，放心的拿，盗墓如今和法化不判刑不抓你的。德柱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事了，你们先过去吧，我拿了东西就去。好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他喵的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天真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赵老弟，你赶紧过来看看。他喵的，这地方不是被大火烧了吗？难道它自动复原了？这他喵的肯定是中了幻觉，这地方当年真的被烧过。我知道你们觉得不太可能，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，所以你们有什么想法，我们可以讨论。这肯定是中了幻觉。刚才那狐狸面具的红色眼镜，我们都看到了。狐狸这东西最会蛊惑人心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你拿出来，胖爷，我砸了他。别慌，我看未必。看样子这一切似乎是真的，但我可以确定，这地方当年真的被铁三角给烧了，这不可能是骗人的。这还需要分析吗？这肯定是中幻觉了。你先别急，是不是中了幻觉，我们一分析就知道。怎么分析啊？首先，我得问问赵老弟，我们刚才的确都看到了那红光，对吧？对，我的确看到了。那好，直播间的粉丝们看到了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来分析，我们3个人确定看到了。如果真的是中了幻觉，那么这里最可能就是这狐狸面具。粉丝们没看到，说明他们没有中幻觉，而这里被大火烧了是事实，不用怀疑。那么他们应该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才对啊。那万一这幻觉很厉害，连他们也中了呢？可是这说不通啊，他们要是中了幻觉，那就肯定也看到了红色眼睛。那万一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直播间都是幻觉呢？哎，对了，还有一种可能粉丝们是真的，我们看到的也是真的。这地方真的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被大火烧过的一切都复原了呢。这不可能，这是违背物理定律的。我想到了一个可能，咱们假设直播间的粉丝们也中了幻觉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看到的和我们看到的一样，就能解释了。或许中幻觉的原因不是那狐狸面具，而是另有其他方式。你这说法更不靠谱。如果真的有这么厉害的幻觉，那岂不是能掌控世界了？这事情分析不出来的，看样子我们必须得过去看看了。我们要验证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们是得去验证，可问题是，我们去验证如何能验证出来是不是幻觉呢？如果这些是真的，那尸体总能摸得着吧？这是最简单的验证办法。走走走，我们去试试。等等，我又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或许并不需要我们去验证。这里面放着北地玄珠，我们先闻闻，若是幻觉，这北地玄珠肯定能破解。北地玄珠，我去，胖爷，我之前听说过，这还是第一次见。这东西可不好找啊。走，去看看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还得继续啊！虽然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可才刚刚开始，我们不能停。只要有一丝的可能，我们都得搞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可是这些和你没关系啊，你是求财，大不了出去再换一个古墓就好了。主墓室在这里，但凡大火之后能遗留下来一些，那可都是价值连城的，和收益比起来，这点险不值一提。继续吧。明叔这次倒是沉得住气啊，邪氏和青眼胡氏还有美女氏都出来了，他竟然没出来抢货。有没有搞错？你阿叔我一直在关注的好吗？而且你们县长如此扑朔迷离，阿叔我怎么可能为了赚钱打扰你们嘛？你这是非仔，天天就会挤兑你阿叔我。知道机关在哪吗？这机关并不复杂，我来吧。有没有搞错？有这种好东西，当然是要给你阿叔我的嘛。赵老弟，这棺材一定要卖给你阿叔我。哎，明叔，怎么就一定要卖给你了？你当我们不存在吗？随后乔二爷竟然也出现了。虽然老夫不做尸体生意，可要是有古玉，也别忘了我不是。你也没想到，琉璃厂大名鼎鼎的乔二爷竟然也来了自己的直播间。看来这名声打出去的好处果然是大大的。不过此刻你显然也没心情卖货。嚯，咱们等会再卖，先等我们搞清楚这里是什么情况再说。他喵的，果然和上次一模一样，这尸体后面的木条都在呢。我去，老子差点被吓死，还好我反应迟钝，不然现在恐怕已经在去地府报道的路上了。哎，不对呀，那尸体的胸口怎么还一起衣服的？我去，这尸体在喘气。纪念的手都紧紧地攥在了一起，显然吓得不轻。别紧张，这是活尸，且看着吧。
会不会是物质化？你有那种能力吗？绝对不可能，这要是物质化出来的，我把脑袋拧了给你当球贴。先别考虑这是不是假的了，小哥上次可是直接掐死他了。我说我们要不要也掐死他？绝对不行，官方发布的条例很清楚的写过，不能损坏古墓里的东西。要是他起来扑你，你给他塞个黑驴蹄子还行，你要是直接将他掐死，那你出去就得坐牢了。得，既然也杀不得，那就直接卖东西吧。要我说，管他是怎么复原的，有钱不赚王八蛋。真的不研究了？你们都搞不清楚，我更不知道了。要我说，你们就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庐上王都不管，你们管得着吗？卖了这些东西，回去后会所嫩模，不比站在这里考虑这些香吗？还有你赵老弟，卖了这些凑够钱，赎身不香吗？香啊，可就是心里不痛快。你先去将哑巴张拧断的血尸头找回来，没那东西，这血尸不完整。我和天真再琢磨琢磨，这里可还有一样东西没验证呢。这玩意怎么验证啊？难道要爬上去吗？不然呢？不过现在还有验证的必要吗？没必要也得试试啊！不搞清楚就这样卖了东西走人，太不妥当了。等我去搞点天心眼粉，涂抹在身上，再往上爬。胖子，找到了没有啊？没呢，我记得血尸头应该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怎么找不到呢？你眼睛长屁股上了吧？这不就在这里吗？哪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他喵的，刚才这地方胖爷我找过的，真没有啊！行了，等回去了给你买个猪头好好补补眼。我去，没听说过猪头补眼的，你还不如给胖爷买俩羊腰子呢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赶紧把血尸扛过来。赵老弟，你就直接开价，这季你阿叔我是志在必得的。什么？就你志在必得？赵老弟你开价，明叔不管出多少，我大金牙多出1万。你们抢好了吗？反正我乔二爷只要玉器，那金缕玉衣肯定要卖给我的，对吧？赵老弟，三位爷，咱们先不说卖谁，先说说价钱如何。物品名：无头血尸，价值估计500万，来源西周古尸，身份不详。诸位爷，这血尸起拍价500万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知道价格有点贵，但是贵是有贵的道理的，且听我说说如何。你最好说说500万，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就是嘛，你阿叔我都不想骂你，赵老弟，你最好给个好的理由。这事情还得从很早之前说起。传说古时候啊，有一种长生的丹药，被称之为士别丸。这东西吃下去后，穿上玉痈，人就能长生，定期蜕皮，身体返老还童。若是时间不对，被人打开了玉痈，里面的尸体就会变成血尸，也就是这玩意。而当年铁面生出主意，让命不久矣的鲁商王来寻找玉痈，最后他们找到了这里。据说当年这里的九头蛇摆下，做了一个身穿玉痈的人，鲁商王将其从玉痈里拖了出来，然后那尸体就变成了血尸，就是这具无头血尸，他便是这座古墓最初的墓主人。此人身份成谜，可能是周穆王，也可能不是，所以他价值500万的点就在这里。这女尸大概率是鲁商王的老婆，而这青眼狐尸应该是鲁商王盗墓时发现的一具尸体，被他放在这里守墓了。再说这具玉痈活尸里面大概率就是铁面伤，而他应该处于活没活、死也没死的状态，很可能处于正在前往长生的路上，所以它的价值也是极高的。最后就是他穿的这件玉痈，这可不是普通的金缕玉衣，这乃是产自西王母国的陨玉制作而成的。陨玉就是陨石中的极品，类似于玉一样的陨石。好了，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咱们现在就拍卖这无头血尸，500万一分不少，有兴趣的老板可以考虑入手了。行了，赵老弟，有你胖爷我当年的风范，买定了一手，想要的老板可得抓紧时间了，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有没有搞错？你阿叔我是出了名的好讲究嘛。既然这无头血尸来历如此考究，那你阿叔我500万要了吗？哎，那女尸和青眼狐尸我要了，我们家胡爷有的是办法对付那青眼狐尸。龙老，这几样东西我们是否要？这几样东西我们都得要。古时候追求长生的人和皇帝都不少，虽然他们都未成功，但其中的很多办法都是贻害四方的。这些东西不适合流落民间，尤其是被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得到，更是危害很大。同样的，那允玉衣服我们也必须得到。啊，这允玉只是一件器物啊，也要如此谨慎吗？听赵德柱的意思，这几件东西可都不便宜啊。这允玉非同一般了。此前我们曾经在长沙得到过一小块允玉，那块允玉只有巴掌大小，可其中蕴含的力量却是让人无法理解。我这手背曾经只是贴着那允玉放了几个小时，就有了如此变化。这么大一件御用衣服穿在身上，保不齐还真的能。可他们都没成功啊！这就是考古的魅力啊！这些允玉如此厉害，可他们为何没成功呢？或许我活着的时候也未必能解开，可这些秘密若是不去探究，那就永远不会解开的。那我这就去安排血尸、女尸、青眼狐尸以及那活尸，一共是4具尸体，1件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4具尸体怎么少了1件？